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即将登场的最新善灵花灵。我们先来看花灵的主战效果。花灵是透过治疗来添加增益的。每当我方5将受到单次大于自身7%血量的治疗时，就可以获得1层随机绽放。绽放可以获得最终攻击提升18%，最终防御提升18%，或治愈率提升18%，这3种增益的其中一种。每种增益最多可叠加4层，叠满后会立即清除武将持有的控制效果，并使该武将释放非单体攻击时，附带等同于3种绽放状态总层数乘6%的最终伤害增加，但后续就不会再获得绽放效果。花灵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增加治愈率，也可以解控，这是其他善灵所没有的功能。尤其是解控这一能力，在当前版本可是非常吃香的。花灵的缺点就是有使用门槛，因为它需要治疗才能启动效果。但好在治疗的门槛并不高，只要能治疗最大生命7%，就能获得绽放。这个门槛只要能治疗的角色都可以做到。考虑到叠加速度的问题，队里最好要有2名能回血的武将，花灵才会叠得比较快。而且治疗最好还要是能治疗全体的，这样才能每次治疗就为全队添加1层绽放。女团无疑是最适合使用花灵的队伍，队里能治疗的武将多，而且队伍又自带治愈率加成，一些小回血也可能达到恢复7%生命的门槛。女团大概可以在第1回合尾或第2回合头就陆陆续续的将绽放叠满，开始获得花灵的最终伤害增加。倘若以回血著称的女团都得在第2回合才能获得花灵的增伤，那么其他队伍就更加不可能在第1回合就叠满，所以花灵并不太适合在第1回合输出的队伍使用。花灵的第2个门槛是，它的最终增伤只给了非单体攻击的武将，这对于大部分的队伍来说都不是问题，只有目前如日中天的蜀国队收益最小。因为蜀国队的输出 SP 关羽和命魂马超全是玩单体攻击的，女团中唯一使用单体攻击的 SP 孙尚香，很快就会被 SP 大乔给取代，所以这对女团影响也不大。女团接下来的主力输出 SP 大乔和命魂小乔都是可以吃到花灵的最终伤害加成的。花灵的最后一个缺点是有一定的随机因素在内，因为绽放的效果是随机的。如果输出都是获得最终防御和治愈率提升，那就会很尴尬。而且最终能叠加几层绽放，也一样要看脸。最好的状况是，每个增益都获得3层后，才将其中一个叠满到4层，这样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加成效果10层。最差的情况是，你是天选之人，4次都获得同样效果，然后直接就叠满，只获得4层绽放。如果按绽放层数换算成的最终伤害提升，4层绽放只有36%，10层绽放则有90%，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。当然，一般不会真的那么黑，只有4层，通常都会有6层以上。花灵的6阶天元会在己方5将受到伤害时，额外获得绽放层数乘6%的最终伤害减免，这个效果就生效的比较快，无需叠满，只要被攻击时身上拥有绽放，效果就会马上生效。6阶天元的效果对花灵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只有在有了天元的效果后，队伍才能在首回合就迅速的将坦度提升起来。只有在撑过第1回合后，花灵在后续才有机会发挥其他效果。花灵的2个非出战技能，左边的会使己方全体武将对处于护盾的武将造成伤害提升25%，右边的效果则刚好相反，会使己方武将处于护盾状态时受到的伤害降低25%，两边会互相抵消掉。这2个非出战技能都对现版本很重要，可以优先去升级。现在是个比输出，比谁先斩杀的版本，所以可以优先升级打盾的。最后来说一说花灵的抽取建议。虽然前面好像说了很多花灵的缺点，但其实这些缺点放在女团里都不是缺点，所以花灵就是特别做给女团的，玩女团的就必抽。
如果没意外，这期善灵应该就可以开始抽往期善灵了。这样一来，选择就不只是花灵，还可以考虑去抽往期的善灵。往期善灵值得考虑的只有雀灵，我们就拿雀灵和花灵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。雀灵的最终攻击和最终防御的数值是每次提升 24%， 最高可以叠加到 72%。一般队伍要第2回合中才能叠满，普攻型的队伍则可以叠得更快。花灵的最终攻击和最终防御是每次只提升 18%， 如果顺利叠到4层，最大的效果一样是 72%。但花灵只能将其中一种属性叠满，其他的最多就只有3层，也就是 54% 而已。如果连3层都没有，那加成就更少了，会有比较大的不稳定性。如果只比最终攻击和最终防御的属性，花灵所提供的数值是不如雀灵的，而且在叠满属性的时间上也比雀灵更慢。不过花灵是胜在有解控和提升治愈率的能力，更适合长回合的战斗。若是在短回合的战斗，则是雀灵的效果会更好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对比善灵的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属性。雀灵的最终增减伤可以叠2层，每层 15%， 2层一共是 30%。雀灵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最终增伤和减伤效果全都是放在6阶天元里的，你需要有一只满阶的雀灵才能拥有最终增减伤的效果。而花灵只有最终伤害减免被放在了6阶天元里，最终伤害增加的效果，即使没有满阶花灵也可以拥有，比雀灵更加平民。所以在未满阶的情况下，花灵是胜过雀灵的。花灵的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看的都是绽放的层数。6阶天元的最终伤害减免是每层增加 6%， 所以花灵叠满后的最终伤害减免最少也有4层的 24%， 最高则可以达到10层的 60%。在最终伤害减免的数值上是远远超过雀灵的。花灵的最终伤害增加就更厉害了，因为它是放在技能等级里的。台服的善灵等级最高是9级，比陆服多了3级。这代表花灵的最终伤害增加也会被提升至 9%， 而不只有陆服的 6%。这是雀灵所没有的优势，因为雀灵的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都绑在天元里了，所以没有获得提升。花灵的最高最终增伤是 90%， 这个数值足足比雀灵的 30% 多了3倍。唯一的缺点也就是无法在第1回合生效，和对单体攻击不生效，不适合首回合发力的队伍。总结，花灵有比较多使用门槛，但能给的数值也比雀灵更多。在能满足花灵的使用条件上，一定是用花灵更好的。未来的环境也有助于花灵发挥它的长处。现有 SP 关羽所写，未来还有命魂法正和 SP 诸葛亮，这些武将都能把战斗拖到第2回合，所以花灵叠得慢并不是太大的问题。至于治疗的门槛，能治疗的武将，蜀国有 SP 刘备，盾队有命魂许褚，火烧有蒋钦。再加上台服的固若金汤技能是回血而不是加盾，只要触发就可以直接为全队叠1层绽放，这也是台服的花灵和女团会比陆服更强的原因。至于单体攻击的问题，虽然 SP 关羽的怒弓吃不到增伤，但龙魂技还是可以吃到的。现在的蜀国可能还是会更偏向使用雀灵，但蜀国后续的输出 SP 诸葛亮和法正都不是单体攻击，所以蜀国在未来也是有机会用到花灵的。花灵会取代雀灵，成为游戏最主流的善灵。虽然花灵距离下一个人权善灵化灵只隔了2期，但这个间隔时间却会非常久。化灵差不多要在 SP 陆逊的版本才会登场，距离这个时间点最少也要7个月，所以花灵还是很值得抽的。同时拥有雀灵和花灵，在打魔窟时也会更有优势。即使想留给化灵，也建议最少要将它抽到4阶才停，之后再用碎片慢慢补满，否则就会长期落后很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